世间万物缘起必有其因。今天我们将揭秘10条宇宙法则，直指生命真相。跟随宇宙的奥秘，顺势而为，轻松迈向幸福与成功的人生旅程。一、因果定律。因果定律是宇宙中最根本的法则之一，支撑着万事万物的运行与存在。没有因果定律，世界将无法维系，宇宙也会失去其结构和秩序，所有事物都将无所依托，无法持续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是偶然发生的，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必然有其背后的原因。人的思想、语言和行为都属于因，它们会引发相应的果。当因是善良的，那么果也会是美好的；反之，如果因是恶劣的，那么果也会是负面的。正如种子决定果实的种类和质量，善因必结善果，恶因必结恶果。这是宇宙中不可动摇的真理，不论人们是否相信，它都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是无法被人为改变的。只要人类拥有思想，就会不断的种因。种下的是善因还是恶因，全凭个人的选择和决定。理解因果定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掌控自己的人生。通过积极的思想、正面的语言和善良的行为，我们能够种下善因，从而迎来美好的果实。反之，如果我们沉浸在消极的情绪和不良的行为中，必将招致负面的结果。因此，因果定律不仅是宇宙的基本规律，也是指引我们生活的重要法则。因果定律强调了每一个行动和决策的重要性。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职业生涯中，每一个选择都会产生相应的影响。比如，一个人在工作中努力付出、诚实待人，最终会获得同事的尊重和上司的认可。反之，如果一个人欺瞒他人、敷衍了事，最终会失去信任和机会。此外，因果定律也提醒我们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每一个行为都像是投下的一颗种子，未来会在某个时候发芽结果。因此，我们应当慎重对待自己的每一个决定，确保它们是积极向上的，能够带来正面的影响。2、吸引定律。吸引定律是另一条深刻影响我们生活的宇宙法则，它解释了我们如何通过思想和情感来吸引相应的事物和经历。中国古代已经认识到了这种吸引力，并将其称为感召。一切现象都是业力的感召，而业力又可以分为身业、口业和意业。我们内心所想的构成了我们的业力，这些业力会吸引与之相应的事物和经历。吸引定律的原理实际上类似于种子原理。比如，一粒苹果的种子能够吸引宇宙中所有必要的成分来孕育出苹果，一粒人参的种子也能吸引相关的成分，最终成长为人参。宇宙中万物繁多，人类的生活就是通过自身的业力来吸引与之相关的事物。我们所处的现实环境是由我们的心念所吸引而来，同时我们也被与自己心念一致的现实所吸引。这种相互吸引在不知不觉中下意识地进行着。如果一个人的心念是消极和丑恶的，那么他所处的环境也会相应的消极，他周围的人也多半是类似的消极个体。反之，如果一个人的心念是积极和善良的，他所处的环境也会变得积极，他也会吸引到积极善良的人来到身边。因此，控制自己的心念、思想至关重要。如果一个人能够专注于有利于自己的、积极的和善良的人事物上，他就会将这些积极的能量吸引到自己的生活中。同时，这些有利的、积极的和善良的人事物也会反过来吸引这个人，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吸引定律不仅仅是一种被动的吸引过程，它更是一种积极的创造过程。通过调整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我们可以主动地创造出我们想要的生活环境和经历。这需要我们具备高度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控制能力，能够识别并消除消极的心念，培养积极的情感和思维模式。此外，
吸引定律还强调了内在与外在的和谐。只有当我们的内心与外在世界相一致时，我们才能真正地吸引到我们所渴望的事物。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在内心深处培养对自己和世界的积极态度，建立健康的自我认知和价值观。3、缘起定律。宇宙中的万事万物、万法皆是相互缘起，互为因缘，因缘结合便形成了结果，这就是缘起定律。缘起定律揭示了事物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和依存性，说明了任何事物的存在都离不开其他事物的配合和影响。例如，氧原子只是单纯的元素，单独存在时并不是气体。但当2个氧原子结合在一起时，就形成了氧气；当3个氧原子聚合时，就形成了臭氧，带有特殊的气味。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了缘起定律的作用，不同的因缘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不同的结果。缘起定律的应用不仅限于自然界，也广泛适用于人类社会和个人生活。比如，我们的饮食需要各种营养素，不能单一摄取某一种营养，否则会导致健康问题。这也是缘起定律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现，强调了平衡和多样性的必要性。让我们通过一个故事来更深入地理解缘起定律。弥兰陀王非常尊敬一位曾经修行禅定并证悟的比丘。这位比丘在禅修中获得了深邃的智慧，言谈举止间充满了智慧和灵巧。一天，弥兰陀王向这位比丘请教：“眼睛是你吗？”比丘微笑着回答：“不是。”弥兰陀王接着问：“耳朵是你吗？”比丘再次回答：“不是。”“鼻子是你吗？”“不是。”“舌头是你吗？”“不是。”“那么真正的你只有身体吗？”“不是，色身只是暂时的存在。”“那么意是真正的你吗？”“也不是。”经过一系列的问答，弥兰陀王终于问道：“既然眼耳鼻舌身意都不是你，那么你在哪里？”比丘微微一笑，反问道：“窗子是房子吗？”弥兰陀王一愣，勉强回答：“不是。”“门是房子吗？”“不是。”“砖瓦是房子吗？”“不是。”“那么床椅梁柱才是房子吗？”“也不是。”比丘悠然一笑道：“既然窗、门、砖、瓦、梁柱、床椅都不是房子，也不能代表整个房子，那么房子到底在哪里？”弥兰陀王恍然大悟，理解了缘起性空的道理。他明白了，整个宇宙和世界都是因缘和合的存在，没有因缘就没有一切。佛陀在菩提树下开悟，正是因为他看透了缘起定律，认识到世间万物都是相互依存、相互缘起而生的。理解缘起定律，可以让我们更加珍惜所有的因缘，珍惜身边的老师、孩子、配偶等。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懂得缘起的人不会自满自足，因为他明白任何成就的背后都有众多因素的支持和配合。这种理解使得我们更加谦逊，更加感恩，也更加愿意与他人分享和合作。此外，缘起定律还教导我们要学会珍惜和分享。通过理解万物相互依存的关系，我们会更加愿意帮助他人，分享自己的资源和智慧，从而创造出更多的正向因缘，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4、依随正报定律。依随正报定律强调了外在环境与内在心念之间的相互关系。具体来说，依报随着正报转。这里的依报指的是我们外在所依靠的一切，包括国家、地位、财富、家庭和事业等。这些外在的依靠之所以能够为我们所用，源于我们的正报及我们的心念、行为和业力。依代表依靠，报则是果报。
医报就是我们所依靠的果报。每个人都希望拥有好的医报，比如健康的身体、幸福的家庭、成功的事业以及被他人尊重和认可。这些美好的医报就像树上的果实，我们希望它们结得更大、更甜美。医报的来源类似于种子生长的过程，就像一棵花椒树，如果一个人种植花椒树，却发现自己的花椒果实比别人种的橘子果实小，他可能会疑惑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医报的大小和质量取决于正报的质量。正报就是我们的心念、行为和业力，就像种子的质量决定了果实的大小和甜美。正报就像花朵，吸引蝴蝶飞来。只要有花朵，蝴蝶就会飞来；没有花朵，蝴蝶也会飞来，但很快离去。花朵代表正报，蝴蝶代表医报。只有当我们自身发生积极的变化，正报得到提升，医报也会随之改善，我们的生命才会因此而改变。理解依随正报定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管理和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通过培养积极的心念、正面的行为和健康的业力，我们能够吸引到更多有利于自己的外在环境和资源。这不仅包括物质上的财富和地位，还包括精神上的满足和人际关系的和谐。此外，依随正报定律还提醒我们要注重内在的修养。只有内在强大，外在的医报才能随之提升。比如，一个人如果内心充满善意和智慧，他不仅能够吸引到志同道合的朋友，还能在事业上取得更大的成就。反之，如果一个人内心充满嫉妒和怨恨，他的外在环境也会变得混乱和不稳定。依随正报定律还与自我实现和个人成长密切相关。通过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内在品质，我们能够更好地适应和引导外在环境，从而实现自我价值和人生目标。这需要我们具备高度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控制能力，能够识别并消除消极的心念，培养积极的情感和思维模式。5. 能量守恒定律。能量守恒定律是自然科学中的基本定律之一，同样也适用于宇宙和生命的运作。他指出，所有事物都是由能量组成的，能量不会凭空产生或消失，只能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这一原理不仅适用于物理世界，也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和个人发展。比如，灯光之所以能够亮起，是因为电能转化成了光能，同时电能的一部分也转化成了热量。同样，一个人的地位、健康和幸福喜悦都是由能量转化而来的。每个人的内在能量通过各种形式影响着他们的外在世界。在中国文化中，德和德这两个字在古代常被用来互换，它们的发音相同，分别代表内在和外在的能量状态。德代表内在的能量，而德代表外在的能量和物质。这两者代表了同一种事物的两种不同状态、能量和质量。当一个人的内在能量德大于外在的物质德时，能量会转化为物质，财富和其他物质资源会自然地积累起来。相反，当外在的物质德大于内在的能量德时，能量不足，物质会自然消失，导致健康、财富等外在的损失甚至灾难。这与我们常说的厚德载物有着深刻的联系。物质包括钱财、地位、房产、子孙、家庭和名利等。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可以总结出厚德等于厚德。意思是，内在的德行和能量越厚实，外在的物质和成就也会越丰厚。反之，内在的德行和能量薄弱，外在的物质和成就也会相应的减少。这是因为能量和物质始终需要保持一种平衡状态，无法脱离彼此独立存在。因此，一个人的一生只需专注于两件事，做有价值的事情和有意义的事情。所有美好的事物都会自然地从这些有价值和有意义的行动中诞生出来。这不仅包括物质上的财富和成就，也包括精神上的满足和内心的平静。理解能量守恒定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管理自己的能量，确保内在的能量充沛，
从而吸引更多的外在物质和成就。通过提升自己的内在品质和能量，我们不仅能够实现个人的成长和发展，还能够创造出更加和谐和富足的生活环境。此外，能量守恒定律还提醒我们要善于利用和转化能量。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我们都需要有效地管理自己的能量，避免无谓的浪费和消耗。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内外能量的平衡，保持持续的成长和发展。6. 惯性定律。惯性定律是物理学中的基本定律之一，它指出物体在没有外力作用时会保持其原有的状态。也就是说，静止的物体会保持静止，运动的物体会以恒定的速度直线运动。这一原理同样适用于人生和个人发展。在人生的舞台上，每个人如果没有外力和内力的作用，就会一直保持原有的状态。这意味着，如果一个人没有外在的推动力和内在的驱动力，他的命运将不会改变，生活也会停滞不前。在我们的生命中，乃至整个自然界中，存在2种主要的力量：动力和阻力。一个人能否在生命中取得成功，关键在于他所受到的动力是否大于阻力。当动力大于阻力时，事物自然顺利发展；当动力小于阻力时，事物则会遇到阻碍，发展不顺。所有的善行都会成为生命的动力，推动我们前进；所有的恶行则会成为生命的阻力，阻碍我们的进步。外在的力量，如环境、家庭、社会等，给予我们的力量，促使我们必须改变，这是一种外力的推动。而内在的力量则是我们的心愿和动力，驱动我们不断前行。古圣先贤们早已认识到发愿和励志的重要性。王阳明所讲的励志，实际上就是一种内在动力的体现。用现代的话来说，这就是梦想。无论古今，所有成功者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都是因为他们内心拥有强大的梦想和坚定的信念，驱动他们不断努力，克服各种困难和阻力。惯性定律在个人发展中的应用，提醒我们要主动寻找和创造动力，克服生活中的阻力。通过设定明确的目标，培养积极的心态，我们可以增强内在的动力，减少阻力的影响。例如，一个人在事业上设定了明确的目标，并为之不断努力，最终能够克服各种困难，取得成功。反之，如果一个人缺乏明确的目标和动力，他的事业发展就会停滞不前，甚至走向失败。此外，惯性定律还强调了自我驱动的重要性。一个人如果能够主动寻找动力，培养内在的驱动力，他就能够不断前行，突破自身的限制，实现自我超越。而依赖外在的力量，只能带来短暂的推动，无法长久地维持动力。因此，培养内在的驱动力是实现长期成功和幸福的重要途径。理解惯性定律，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管理自己的生活和事业。通过识别和减少生活中的阻力，增强内在的动力，我们可以更加高效地实现自己的目标，提升生活质量。例如，通过合理规划时间，减少不必要的干扰，增强专注力，我们可以更有效地完成任务，实现个人和职业的发展目标。7. 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定律。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定律是物理学中的基本定律之一，它指出每一个作用力都会产生一个等大、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这一原理同样适用于人际关系和个人发展。在生活中，我们对这个世界施加什么，这个世界就会以相应的方式还给我们。如果我们所做的是善良和积极的行为，那么我们也会收到善良和积极的回应。反之，如果我们施加的是恶意和消极的行为，那么我们也会遭遇相应的负面回报。易经中有句话：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这句话正是对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定律的生动诠释。它说明了积累善行和恶行的后果，善行积累可以成就名声，恶行积累则会毁灭自身。生命中的一切好坏，都是我们过去和现在行为
言语和思想的总和所吸引来的。我们对世界施加的每一个作用力，无论是善还是恶，都会以相应的方式反作用回来。例如，不施金钱或物质，当你慷慨地给予他人金钱或物质，你将会成倍地获得金钱或物质的回报。不施欢喜，当你让他人感到愉悦，你也将成倍地得到他人给予你的欢喜。不施安定，当你让他人心安理得，你也将成倍地得到安乐。相反，如果你施加于别人的是不安、憎恨、怒气和忧愁，这些负面的情绪和行为也会以相应的方式回到你自己身上，成为你的报应。理解了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定律，我们就能够更明智地生活。因此，我们应该多去利他，去帮助他人，传播善意和正能量。利他并不是要牺牲自己或忽视自己，而是通过生命的相互关系、付出与收获的能量循环，建立自身更大的价值。如果我们不去利他，就会自我封闭，损害自身的利益。当你让身边的人都幸福快乐时，最终最幸福快乐的人一定是你自己。你成全他人的成就与成功，最终获得最大成就的也是你自己。这种良性循环不仅提升了个人的幸福感，也促进了社会的和谐与进步。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定律还教导我们要保持平衡。在与他人的互动中，我们需要确保自己的行为是积极和善意的，这样才能获得积极的回应和回报。同时，我们也要学会接受和处理来自他人的负面反馈，避免被负面情绪所左右。此外，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定律还强调了责任的重要性。每一个行为都会带来相应的后果，因此我们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确保它们是有益的和积极的。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不仅能够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还能够为他人和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和福祉。8. 放松定律。放松定律强调了心态在实现目标和取得成功中的重要作用。只有在心态放松的情况下，才能发挥最佳的能力，取得最佳的成果。任何心态上的懈怠或急躁，都会带来不良的结果，甚至适得其反。最佳的心态是越清明无念越好。这并不是说要完全没有念头，而是只有念头，但不被其所困扰，不让他们占据主导地位。正如佛教所说，无所住而生其心，即心中有念，但不执着于念头。当我们设定目标时，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想要达到的理想人格、理想境界、理想人际关系和理想生活等方面，然后以放松的心态和精进的努力去实现这些目标，而不是过分担心它们何时会到来。这样，目标到来的速度往往会快到让人惊讶。相反，如果我们对结果过于焦躁，反而会阻碍目标的实现，甚至可能导致结果与预期相反。所谓的放松心态，并不意味着对目标缺乏热情或努力，而是指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保持内心的平静和专注。这样，我们才能更清晰地思考，更有效地行动，避免因情绪波动而导致的错误决策。放松定律还提醒我们要学会在压力下保持冷静。现代生活中，压力无处不在，无论是工作上的压力，还是生活中的琐事，都会对我们的心态产生影响。学会在压力下保持放松，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和困难，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此外，放松定律还与自我调节和情绪管理密切相关。通过冥想、瑜伽、深呼吸等方式，我们可以有效地调节自己的情绪，保持内心的平静和专注。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还能提升我们的整体幸福感和满意度。理解放松定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管理自己的心态，提升自我控制能力，实现目标的同时保持内心的宁静与满足。这种平衡不仅有助于个人的发展和成长，也有助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环境。9. 当下定律。当下定律强调了专注于当前的瞬间，
而不是沉溺于过去或忧虑未来。人们无法改变过去，也无法完全控制未来，我们唯一能够真正掌握的，只有此时此刻的自己，包括自己的心念、语言和行为。命运的专注点在于当下，这是唯一可以实际影响和改变的地方。根据吸引定律，如果我们总是沉溺于过去的悔恨和内疚中，就会被这些负面情绪所束缚，无法解脱，难以改变现有的现实。如果我们总是担忧未来的不确定性和可能的失败，就会无形中吸引到那些我们不愿面对的情况，进一步加深焦虑和压力。正确的心态应该是，无论命运如何，只要积极专注于调整和做好当下的思想、语言和行为，命运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向好的方向发展。这种专注于当下的心态，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自己，做出更明智的决策，并且更有效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实践当下定律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实现：一、正念冥想，通过冥想练习，培养对当下的专注和觉察，减少对过去和未来的执念。二、设定明确的目标，将注意力集中在当前需要完成的任务和目标上，而不是过分担忧未来的结果。三、情绪管理，学会识别和管理自己的情绪，不被过去的负面情绪和未来的担忧所左右。四、行动导向，将精力集中在当前的行动和努力上，通过积极的行为来影响和改变现有的现实。当我们专注于当下时，我们能够更有效地利用当前的资源和机会，提升自己的生产力和创造力。同时，这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享受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提升整体的幸福感和满足感。当下定律还提醒我们，要学会放下对过去的执念和对未来的焦虑，接受现实中的不完美和不确定性。通过这种接受和放下，我们可以减少内心的冲突和压力，提升自我的平衡和稳定性。此外，当下定律与自我成长和自我实现密切相关。通过专注于当前的瞬间，我们能够更好地认识自己，发现自己的潜力和优势，持续地提升和发展。这种持续的自我提升，不仅有助于实现个人的目标和梦想，也有助于创造一个更加和谐和充实的生活环境。十、爱自己原则。爱自己原则是所有利他思想、语言和行为的起点。它要求我们首先接受和真心喜爱自己，才能真正的去爱他人和世界。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只有当我们真正爱自己时，才能拥有真正的欢喜、安定和无畏，才能拥有宽广的胸怀去接纳和关爱他人。如果一个人连自己都不爱，那么他就无法真正去爱任何人。爱自己并不是自恋、自私或自我中心，而是对自己全然的接纳和理解。接纳是爱的开始，对抗和否认只会带来痛苦和内心的冲突。仔细体会，我们会发现，如果一个人不喜欢或不满意自己，容易产生嫉妒心和怨恨心。这不仅影响了自己的心理健康，也影响了与他人的关系。因为自己也是众生中的一员，爱他人意味着爱所有的众生，而不能将自己排除在外。因此，首先要好好认识自己，成为自己的朋友，接受自己的优点和缺点，理解自己的需求和欲望。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真正的自信和自尊，从而在与他人的互动中保持平衡和谐。爱自己原则还涉及到自我照顾和自我提升。通过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精神成长，我们能够更好地支持和帮助他人。比如，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面对挑战，持续学习和成长，这些都是爱自己的体现。此外，爱自己还包括设立健康的界限，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幸福。学会说不，拒绝那些对自己有害的事物和关系，是爱自己的重要表现。通过设立界限，我们能够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专注于真正重要的事情和关系。爱自己原则还与个人的价值观和人生目标密切相关。明确自己的价值观和目标，坚守自己的信念，是爱自己的具体表现。
这样，我们能够在面对各种诱惑和挑战时，保持内心的坚定和清明，不被外界的干扰所左右。理解爱自己原则，可以帮助我们建立健康的自我认知和积极的自我形象。通过爱自己，我们不仅能够提升自己的幸福感和满足感，还能够更好地影响和帮助他人，创造一个更加和谐和充实的生活环境。总之，爱自己原则强调了自我接纳和自我关爱的必要性。通过理解和践行这一原则，我们能够建立起健康的自我认知和积极的生活态度，提升自己的幸福感和成就感，从而更好地爱他人，创造一个更加和谐和美好的世界。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